大家好，比特币今天来聊一聊本轮牛市顶部应该在20万美元以上，所以希望家人们2年之前 20K 以下一起 all in 的比特币利润，以及去年 25K 比特币一起币本位在做多，包括2-3周之前 50K 左右这一条趋势线支撑，加上这个21的时间窗口，一起在做多的利润全部给我抱住。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社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个人推崇可以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每笔手续费永久返佣 20%。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3周之前的视频可以看一下当时比特币跌到 53K 附近这个视频以及这个视频，也是跟大家提醒有可能这一条趋势线 53K 左右会支撑住而且也是希望大家要去做多，包括就这个视频也是跟大家讲有可能比特币 53K 左右会是最后一跌，因为更早之前3周之前的这个视频也是有跟大家提到，如果参考它的时间周期，斐波那契数列，当时 49K 跌到 49K 是21周，那去年的时候比特币在 25K 左右的低点，为什么做多？也是因为时间盘整了接近21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转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2周3周之前。现在废话也不多说我们现在是考虑利润到底会涨到哪一个位置，因为之前的 49K 或者是 53K 这个位置，同志朋友们有可能是会支撑住包括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像，就是 74K 的高点到这个位置是21周，去年的时候这个高点到这个 25K 的低点也是21周，后面在这个位置26周来了一个多头的吞噬，包括前2周也是跟大家讲这个位置多头的吞噬，它也是26周来了一个多头的吞噬，时间是跟去年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的像那现在已经连续涨了2周，而且短期感觉马上要挑战就是这个旗形的通道，那如果挑战的情况下，本轮的牛市有没有可能至少20万美元？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历史上美国总统选举包括前一段时间比特币在下跌的时候，很多朋友也是担心，如果哈里斯胜选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呢，比特币有没有可能会跌？但是很早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不管谁当总统，比特币后面肯定是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0年当时这个位置产量减半，产量减半是4年一次，然后美国总统选举也是4年一次，而且权力更替。我是相信不管谁当总统，应该比特币后面都会再上涨，因为下一个执政者他需要钱没钱的话他要怎么开展或者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或者是做好自己的业绩所以有可能就是会继续印钱那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当时这个位置比特币产量减半，它会提前上涨，后面在这个位置也是盘整了150天左右，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条橙色的线，后面美国总统选举结束，拜登是担任总统，我们可以看一下时间是在11月7号左右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从这个位置，如果我们从这根 K 线开始计算到 69K 的顶部，它是又上涨了3倍，以及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6年也是同样这个位置，比特币产量减半之前会上涨，后面在这个位置盘整了150天或者是接近200天，后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总统选举结束，时间也是在11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这个位置上涨，比特币是涨了接近20-30倍或者是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在2012年的这个位置，也是同样减半跟美国总统选举，当时是奥巴马当选为总统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个位置盘整的时间，它也是盘整了150天左右，而且是一个上升三角，就是在总统选举跟减半左右，如果之前有上涨，它需要在这边盘整一段时间消化就是下方的一些获利筹码，
然后后面比特币就开始呈指数级的上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现在的比特币，我的观点是，不管谁当选总统，现在这个位置盘整的时间已经是接近200天，该买的或者是继续做多的点位全部都是在低点。现在我是希望家人们利润一起继续抱住。那为什么我认为有可能本轮牛市上涨的目标至少在20万美元以上？除了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这个旗形如果从 74K 的高点到这一个 25K 的低点，我们当做一个旗杆。那如果突破，我们不以这一个 49K 去计算了，如果从这一个旗形的上沿位置开始计算，我们可以拉过去，拉到这个位置来计算，有没有可能它上涨的目标会至少在20万美元以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2020年到2021年，当时或者是后面比特币都呈指数级上涨，上涨了3倍。所以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如果我们按当前的位置6万开始计算吧，如果涨个3倍，3618，有可能比特币也大约是在 180K 附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之前在 53K 左右的低点，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 Discord 群上面，就是9月7号的时候也是通知朋友们，有可能这个下降的通道大约是在 52K， 就是这个比特币短线交易的小组也是一直在通知朋友们，有可能是可以做多。后面这个位置趋势突破，包括后面有些朋友也是想再做多。Discord 交易群上面也是在通知了几笔做多， 56K 附近也是在做多，以及后面可以再看一下 58K 附近也是在通知了一笔做多的利润。而且这些记录我是都没有编辑过，如果有编辑过的话，会像这一条记录这边会显示编辑哦。所以我们回到比特币这一张图表，那就是这个通道下沿的位置 53K 附近有做多，以及后面在这个位置在做多，包括这个低点也是在做多。现在的利润已经是来到就是这个大通道，短期我们尽量找一些压力，就观察一下这几个压力位会不会突破。如果突破，我们到时候再观察。前面有跟大家讲过的，有可能 70K 会是一个短线的一个目标位。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目前整个中线的高点也是高点更高。那我的观点，如果这个位置压力突破，有可能下一步的目标，我们到时候观察一下 70K 会不会盘整。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一些朋友也让我多聊一聊狗狗币哦。去年的时候，当时交易群上面是在这个位置通知，后面短期时间狗狗币马上就大涨了接近1倍多。不过我是长线的利润，后面在这个位置也是被洗到成本位平仓了。不过狗狗币的一些现货尽量观察一下，整个狗狗币的大长线我是一直在看$1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到$4，会不会是本轮牛市的顶部。那短线的狗狗币或者是整个中线的狗狗币，我们尽量观察一下就是这个矩形啊，因为2024年5月份的这个低点以及这个低点或者是这个低点后面这个高点是有一次突破，但是也有跌下来。短期如果是一些朋友有狗狗币的话，尽量先观察这个位置，只要能突破这个矩形，下面全部都是陷阱。上去的话，那我相信应该这几个高点或者是这些高点后面肯定要突破。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以太坊，那短期的一个压力或者是中线的一个压力，我是相信这个2800后面如果能突破，下方全部都是陷阱。反正整个中长线我是一直在看以太坊有没有可能达到本轮牛市$10,000或者是$20,000。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